佯装撤退，乌军引诱一排俄军遭海马斯团灭。朝鲜卡车火箭炮亮相，美国切断除以色列外的对外军援，美国第一位女性上将被解职。2025年1月25号，乌克兰第225突击营通过巧妙的战术，成功引诱俄军陷入伏击，使用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摧毁了大量敌军兵力。这次行动发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俄军在面对乌军的撤退假象时，未能及时识破陷阱，导致损失惨重。据福布斯报道，23号或者更早时间，俄军在西库尔斯克地区的斯维尔季科沃村附近发现了乌军从该村庄内撤退。由于双方已经围绕该地争夺了近1年时间，俄军指挥官误以为可以拿下这场旷日持久的胜利，所以命令大量的部队进入村庄。殊不知，距离该地数十公里外的乌军炮兵部队已经使用海马斯瞄准了俄军的必经之路。当俄军部队全部进入村庄外的林带时，乌克兰无人机实时监视了这一幕。随即，海马斯发射的 M3031火箭弹将数百颗如手榴弹大小的子母弹精准地散布在俄军集结的树林中。在俄军被压制后，隐藏在村庄内的乌军迅速反击，完成了战场清扫。第225突击营在事后报告中表示，这次打击摧毁了敌方大量兵力，我们的部队随后完成了该地区的清扫任务。这次伏击得以成功实施，离不开该营指挥部与前线连队以及临近炮兵旅的精心配合。当然，俄军的粗心大意和急于求成也是成功的关键。第225突击营补充解释道，为了将俄军引入伏击圈，该营通过计划性撤退诱使敌军集中兵力，最终实施精准打击。敌人相信他们成功时集中兵力进入该区域，我们便使用海马斯进行了集束弹药打击。目前尚不清楚俄军具体的伤亡人数，但可以确定的是，俄军的这次损失至少超过了1个排。随着战争进入第4年，俄军的攻击规模虽然有所缩小，但每次失败的代价依然沉重。俄军和朝鲜部队的伤亡数目不断攀升。事实上，从去年8月以来，俄军和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持续对乌军展开攻势，试图从该地驱逐乌军。然而，由于补给不足、战术失误，俄军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必要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至今已经有3万名俄军和朝鲜部队成员在库尔斯克地区损失。俄军和朝鲜部队多次展开进攻，他们的进攻路线相当固定，主要沿着通往乌克兰防线重镇苏贾的几条道路。然而，由于步兵缺乏支援，且长时间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攻击，乌军已经掌握了俄军的进攻规律，乌克兰炮兵无需校准就能精准地打击进攻的俄军。最近，一辆伪装成民用卡车的火箭炮系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被曝光，立刻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推测，这可能是朝鲜对俄罗斯支持战争的又一举措，尤其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中。这款火箭炮的系统外形和2023年9月在朝鲜阅兵上首次亮相的火箭炮非常相似。在那次阅兵中，朝鲜部队展示了多款伪装成民用卡车的火箭炮。这些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营通过卡车顶部的弹出和滑动门发射，在非战斗状态下显得和普通的运输车辆几乎无异。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段视频中显示的火箭炮系统被认为是在库尔斯克地区拍摄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具体位置。从照片上推测，这种火箭炮系统采用了12个发射管，每个管道可以发射122毫米的火箭弹，射程大概超过30公里。在乌克兰战场，这种火箭炮系统也具有巨大的战术价值，尤其是在库尔斯克，俄军和朝鲜部队正联合抵抗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而且在俄罗斯控制的乌东地区，这种伪装的火箭炮可以借助当地广泛的公路网和大量的民用交通，悄无声息地穿梭在战区，不容易引起敌方的怀疑。这种伪装成卡车的火箭炮可以快速打击目标，然后迅速转移，给敌军的追踪和反击带来巨大困难。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玩过《命令与征服：红色警戒》？这款火箭炮呢，和游戏中的幻影坦克几乎如出一辙。在游戏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分析隐藏成树木的幻影坦克，而在现实中，想要识别这种伪装武器，需要付出更多精力。
乌克兰军队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包括使用 AI 来审查卫星图片，以此来识别和摧毁俄军的炮兵和防空系统。但这款伪装成火箭炮的出现呢，无疑让乌军的目标识别和打击变得更加复杂。不过也有一些局限性，与传统的火箭炮相比，这种伪装成民用卡车的火箭炮在公路之外的机动性较差，而且暂不清楚它是否具备防护能力，尤其是对小型武器或者炮弹碎片的防御力。如果其没有额外装甲，那么乌军的 FPV 将对其产生巨大威胁。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幻影火箭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但它的出现呢，无疑给战争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朝鲜不仅提供了火箭炮，还向俄罗斯供应了大量炮弹和其他弹药。预计这些武器将用于支援俄罗斯和朝鲜的联合作战。随着朝鲜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在重型武器方面，这款火箭炮的使用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武器投入战斗。美国新一任政府在上任几天后就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改变。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已经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暂停对大部分现有外援资金的拨款，限期90天。这一命令立即生效，令美国国务院官员震惊。据新闻网24号报道，这一指令似乎涵盖了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并且可能影响到其他美国盟友。根据曝光的文件，卢比奥的指令要求所有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几乎暂停提供一切现有外援。这一全面暂停外援的指令生效后，国务院官员表示，没有进一步的拨款行动，将暂停向美国政府已批准的项目发放资金。此外，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求暂停外援拨款90天，直到国务卿对这些资金进行审查。这项命令的发布显然让外界对是否影响已批准的援助资金产生了疑问，尤其是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否会受到影响仍然不清楚。知情的3名现任和2名前国务院官员透露，这项指令将对乌克兰、约旦和台湾等重要盟友产生影响。尽管文件中仍有解释的空间，但其全面性的确令一些官员感到震惊。一位官员形容这次暂停外援的举措为国家对外援的核暴击行动。然而指令中也明确指出，埃及和以色列的对外军事融资将继续，并允许紧急粮食援助，以及在此指令发布之前依据现有拨款产生的合法支出。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将不受影响。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琳达·费根在23号被爆出遭特朗普政府解职，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解除职务的女性军种领导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本杰明·霍夫曼在21号向海湾警卫队全体人员发出通知，宣布解除了费根的职务，并称他的职业生涯漫长且卓越，我们感谢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尽管霍夫曼并未详细说明解职原因，随后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声明称，费根因领导能力不足，未能推进海岸警卫队战略目标而遭解职。声明指出，费根在多个方面未能有效履行职责，包括未能充分利用海岸警卫队资源，对边境安全威胁缺乏有效的招聘与留任战略，以及在破冰船和直升机等关键装备采购上的管理不善。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批评费根过于关注多元化、平等与包容项目，而忽视了海岸警卫队的基本军事任务。费根从2022年6月起担任海岸警卫队司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司令，负责领导约42000名现役军人、7000名预备役军人以及8700名文职人员。他的任期通常为4年，但在担任司令仅约2年半后便被解除职务。而费根被解职后，海岸警卫队副司令凯文·伦迪将被任命为代理司令。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宣布解雇了1000多名的拜登政府雇员，并且解除了马克·米利等4名高级官员的职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解雇通知。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